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家里面的红豆绿豆不管怎么煮，煮不烂怎么办？教你一招，红豆不用泡，不用等，也不用放冰箱冷冻，10分钟就煮好。所有的红豆软烂出沙。红豆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粗粮，秋冬季节多吃红豆，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。但是我们发现，红豆它有一层坚硬的外壳，和我们的绿豆、黑豆一样，特别不容易开花，尤其是红豆，比绿豆还要难煮开花。再不用高压锅，不用任何的技巧，只用普通的方法来煮，它是很难开花的，甚至有时候花费几个小时，甚至是一整天时间，熬出来的红豆都依然没有开花出沙。其实煮红豆想要快速开花，是需要技巧的。今天就来教大家一招，不管是煮红豆、绿豆还是黑豆，都可以让豆子快速开花，粒粒出沙。根据自家人口的数量，准备适量的红豆，一次性不要做太多，现吃现做，这样吃起来才更加的营养好吃，口感也更好。我们再把里面坏掉的豆子挑拣出来，坏掉的豆子不仅影响口感，而且还含有毒素。挑拣干净后，现在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先用清水将红豆抓洗一遍。这一遍并不是要把红豆洗干净，而是要先把红豆表面润湿，将表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得到一个软化。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红豆和赤小豆的差别，其实红豆比较圆，而赤小豆它的外形看上去比较细长，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了。虽然说它们都是红色的豆子，但是在营养和用处方面却是天壤地别的。脏水倒掉后，现在我们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盐。选盐的时候可以选择颗粒感比较粗比较大的盐，这样它产生的摩擦力会更大。再用手这样相互的搓一搓，利用盐的摩擦力和手指间的摩擦力，可以将红豆厚实坚硬的外壳得到一个摩擦，使其变薄，这样在后期煮的过程中就更容易被煮熟开花了。这个方法虽然简单，但非常的有效。除此之外，食盐还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红豆表面非常脏，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相信，这是因为我们红豆在晾晒、加工的过程中都没有经过任何清洁处理，所以表面非常脏。就这样来回搓，搓上3分钟的时间，里面的食盐也已经完全溶解。往里面加入大量的清水，水一加进来，大家就已经看到区别了吧？可以看到，刚加进来的水变得非常的浑浊，特别脏。由此可见，红豆表面真的特别的脏了。刚才没有加食盐之前，第一次抓洗红豆的水是非常清澈的，而现在的红豆里面的水则是特别的浑浊，还有一点发黑，这就是红豆表面的一些杂质和灰尘。把这个水倒出来，倒入碗中，看起来这个水就更脏了。所以呢，买回家的红豆千万不要只用清水洗哦，不然的话吃下去的都是灰尘杂质，特别的不干净。脏水倒掉后，再多换2次清水，将红豆表面的灰尘杂质淘洗干净，直到碗中的水变得清澈见底为止。像这样，红豆就已经完全清洗干净了。洗干净的红豆，直接将它放进锅里面，然后开大火，用铲子轻轻地翻动。先用大火将红豆表面的水分炒干。刚淘洗过的红豆表面有大量的水分，在炒红豆的这个过程中，高温就会破坏红豆里面的组织，使红豆表面的外皮得到破损。这样我们在后期煮红豆的过程中，就可以加速红豆开花。这个就是红豆在下锅前多做的这一步，非常的重要。大火翻炒30秒钟左右，里面的红豆表面的水分就已经完全的蒸发掉了。这个时候把火转到最小，继续不停的翻炒，大概翻炒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，你就能闻到特别浓郁的红豆香气。
并且可以看到红豆表面开始慢慢的颜色变得更红，整个过程都要不停的翻动，直到红豆表面变成深褐色，炒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如果炒得太过，红豆就会被炒糊了，那么做出来的红豆汤就非常难喝了，甚至会发苦。炒好的红豆立马倒进锅中，这里我们可以准备一个不锈钢锅，也可以准备砂锅，但一定不要用铁锅哦。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，豆子和水的比例是1:7。水加足后，开大火先把锅里面煮开。刚开火的时候，我们先用勺子轻轻地搅动搅动，这样搅拌个2分钟左右。在搅动的过程中，红豆和锅以及勺子之间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摩擦力，这样又可以无形之中加速红豆的开花速度。接着盖上锅盖，保持大火将锅里面煮开。煮开后，可以看到锅中的水变成这种赤红色，这是正常现象。这个时候，锅里面的红豆也是皱皱巴巴的，开始出现了变化，但红豆却并没有开花，还是比较硬的。这个时候取出家里面的食用小苏打，加入一点点食用小苏打进来，这样可以让红豆更早的开花，同时让熬出来的红豆汤喝起来更加的软糯顺滑。接着继续盖上锅盖，让锅里面保持沸腾的状态，熬上5分钟的时间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红薯，冬天红薯和红豆最配哦，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。然后把它切成这种薄薄的厚片，厚度大概在1公分左右。接着再改刀切成这种的粗条，然后再切成这种的细丁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请用您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切好后全部收入盘中备用。准备一小把西米放入盘中备用。5分钟的时间到了，揭开锅盖，盛一勺红豆起来看一看，每一粒红豆都变得又软又饱满。取一颗红豆，用手搓一下，轻轻一捏就碎了。这时候的红豆已经完全熟了。然后把红薯粒倒进来，西米也加进来，再加入几粒冰糖，用勺子再搅拌搅拌。这个过程中可以让红豆更好的开花，因为这个时候里面的红薯非常的一点点烫，在搅拌的过程中，里面的红豆就特别容易出沙了。将锅里面搅拌至再一次开起来，这个时候就能看到里面的红豆已经出现了开裂的情况。先不用管它，继续盖上锅盖。这个时候把火转到最小，用小火慢慢的煮，把红薯煮熟煮软。煮好后，我们把锅盖揭开看一看，可以看到现在里面的红豆已经非常的软烂了，用筷子轻轻一碰就碎了。而里面的红薯也是同样的，筷子刚加上还没用力，红薯就已经粉碎了。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出锅，用勺子再给它搅拌搅拌。搅拌的过程中，红豆还可以出更多的沙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盛入碗中，哇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光看起来就是满满了，整个厨房里面都飘满了红薯和红豆的香气。看下以这种方式熬出来的红豆，软烂出沙，就连汤里面都全是沙。那么像这道红豆汤的做法，我们1年4季都可以喝，尤其是现在秋冬季节，天气比较寒凉，那么我们女性朋友可以多喝一点，也可以经常以这种方式多多做一点出来给家里面的人吃。红豆搭配上红薯，营养就更棒了。同时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